嗨，大家好！这次的影片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从一开始寻找日本语学校，到现在已经在学校上课的全过程。这次呢，也是我第一次在影片面前说话嘛，所以如果哪里说的不清楚，或者有哪些资料不正确的话呢，麻烦大家在底下留言纠正我。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也欢迎留言，我会尽量把我知道的资讯告诉大家。那这个影片呢，我主要会分成3个部分。那第一个就是申请语言学校的全过程，第二个部分就是疫情间前往日本前的准备，还有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抵达日本之后呢，所需注意的事项是有哪些。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看我自己一开始是如何选择语言学校的哦。那基本上呢，申请语言学校都是需要提早半年前申请的。那这里有这张图片，这张图片呢是我的学校的申请流程。虽然说每一间学校的入学以及申请时间其实都不一样，但大致上呢，大家还是要抓个半年的时间做准备会比较好。像我现在的学校，假设说你想要1月入学，那申请截止日期就会在上一年的8月，就是6个月前嘛。那如果是4月入学的话，就是6个月前的10月，以此类推。那大家可以先自己在网上做功课，比如说你已经找到你想要申请的学校，你就先去他们的网页里面查看他们的申请以及入学时间。那大致上，很多学校都会把申请流程放在他们的网站上。如果他们的网站上没有写的话呢，大家也可以 email 去问他们。那我自己的话呢，是在去年的时候就确定想要在今年的4月入学，所以我就在去年的10月就开始准备了。我一开始是先 email 我的学校，然后学校负责人就会先让我填写一个申请表格。通过他们的筛选后呢，我就通知被录取了。这里的筛选呢，我不确定日本学校有多严，而且日本学校有分很多种啊，有语言学校、专门学校，或者是你已经有日文的底子了，你就可以直接去大学这样子。不过我觉得一开始的这个筛选，他可能只是想要去检查一下你的背景啊，那些大致上是有没有问题的。可能他们担心说你是借以留学生的这个签证，然后就是做一些非法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应该大家不需要太担心。好，那通过他们的筛选之后呢，我就陆陆续续的需要呈交很多文件哦，比如说个人头像啊、大学文凭啊，还有当时候的银行资料等等。基本上在日本留学的话呢，学校都会在那个申请表底有一栏是问说，你在日本的学费还有生活费，是谁赞助或者是说 support？比如说你是自己 support 自己吗？还是说你是家人 support 你？父母 support 你之类的。那我自己的情况是因为我已经出社会工作了嘛，所以我是自己 support 自己咯。所以文件上呢，我那时候就需要呈交我那时候的工作证明，就是 employment letter， 然后还有我的 pay slip。我没有记错的话，我学校是跟我拿大约3个月的 pay slip。然后还有我自己的银行户口证明，就是他要看你里面的存款有多少。像这边这张图，你们可以看到说我的学校啦有要求说，比如你要读8年的话呢，你的银行户口应该要有这么多的存款。那他们就会相信说你是可以 support 到自己的。那这个的话，不管是自己或者是父母的 support，反正都是需要跟
公司的人事部申请啦，就是那些文件什么的，所以整个申请流程前后大约需要至少2个星期到1个月的时间，准备这个申请表给学校的。那这边根据我自己做的功课，东京语言学校的学费大约都是落在70万至80万日币上下。那除了基本的学费呢，他们也会有什么入学费啊、学生保险费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杂费，全部包括后就是大约这个价钱。我的学校是可以先付半年的学费，那如果半年后打算继续读下去的话，就再付另外6个月的学费。那下一次付学费的时候，其实只需要给那个学费，就不需要再给其他杂费了。那大家如果有金钱上的顾虑的话，也可以跟学校确认一下。可能有些学校是需要你一次性付完的，有些可以分期付款的话，就负担没有那么重。那这里的话呢，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是如何选择这个语言学校，或者是说我选择语言学校的时候有哪些考量。我自己的话呢，是从地区先开始的，就是因为我之前有去过大阪啊、京都旅游，所以反而是东京我没有来过，所以那时候我就确定了我想要在东京上学。虽然很多人说东京的生活费比较高啦，不过城市就是这样嘛，哪里的国家的城市都是一样的。那生活费高，薪水其实也会一样高；生活费低，可能薪水就是一样的嘛。所以最后我觉得这些是看你自己个人怎么样去做那些财务管理。然后呢，我在网上做功课时就发现到，有些语言学校呢是以升学作为目标的，那种语言学校可能是给那种高中生或者高中生毕业之后，打算先去那个语言学校读1-2年，之后他们还要在日本升大学的那种语言学校。那这种的话呢，他们相对课业可能会比较重，日常也会有比较多的测试之类的。所以如果你没有打算要在日本读大学的话呢，可能可以考虑就是比较着重在日常绘画的语言学校，就是一般的都是这样。相对我刚刚讲的那个以升学作为目标的，可能会比较轻松一点点。所以大家也可以从这里对比一下不同学校的性质，然后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然后最后呢，我还有一个考量，就是我会在意各国学生的比例。因为我记得我之前找学校的时候呢，他们都会在他们的网站上放说，他们的学校啊，哪些国家的留学生比较多，他们就会放一个比例图出来。那我自己是比较想要认识不同国家的人，所以我就选择，不同国家的留学生比例比较多的学校。那回去刚刚的话题，申请完之后呢，学校就会跟我收取一个报名费，然后收取这个报名费的同时呢，他们也会把学生的资料呈交去这个日本移民厅。所以我刚刚讲我是10月的时候申请嘛，然后准备的来大约是11月中的时候，学校就跟我收取这个报名费，然后他们呈交了这个资料上去日本移民厅之后呢，就需要等大约2到3个月的时间。然后我就等到大约今年2月的时候，他们就回复我说我拿到这个 COE。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那这个证明书是基本上你只要是进入日本，不管是工作还是留学，就一定要拿到的东西，而且需要这个证明书呢，才能申请到这个 Visa 签证。那当初我记得我还没拿到这个之前是有点小担心的，因为就是等了2-3个月才可以拿到这个嘛，因为这个也不是说100%肯定会过的哦，
然后我那时候就问我的学校说，如果被拒绝了怎么办？他们就说可能会是成交文件上有哪里有问题，所以他们会再做更改，然后再成交上去。不过他们也有跟我讲说，如果资料全部是齐全的话呢，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的学校的话，申请这个在留资格的时候就把报名费付上去了嘛。可是如果我是没有通过这个在留资格的话呢，报名费也是不可以退款的。我不确定其他学校是怎么样，可是应该大家都是一样。那大家如果担心这个事情的话，也是可以事前先去确认。那到了2月的时候，学校通知我这个 COE 通过了之后呢，我就还需要等大约1个星期才会收到从日本寄过来的这个在留资格证，这个 COE 就实实在在的这张纸啊。然后这边就来到我们的第2个部分了，就是现在疫情期间去日本前，文件上需要准备什么。那在等这个 COE 的同时呢，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需要申请这个受付寄证，英文的话是 ERFS。那这个的话呢，是需要你在收到 COE 之后，跟 COE 一起拿去这个 Japan Embassy 这边去申请这个 Visa。然后这个 ERFS 主要就是填写你抵达日本之后会在哪里进行隔离，就是地址啊那些会写上去。即使你没有隔离呢，也是需要申请这个 ERFS。我的话呢是学校帮我申请，应该大家也是可以问学校或者公司帮忙申请。然后这个的话是很快，他们只是网上申请，所以1到2天就可以拿到这个 ERFS 了。然后同时我也是在这个时候付我的学费，就是6个月的学费，然后还有订机票啊、找日本住宿啊等等这些事情。然后收到这个 COE 之后呢，就可以去这个 Japan Embassy 这边申请 Visa。这个部分的话呢，马来西亚的朋友们就需要特别注意了。马来西亚申请这个日本签证是有分地区的，像我是在霹雳州，所以我是需要去槟城的这个大使馆。然后如果你是在 KL 做工，你就可以去 KL 的大使馆等等。大家可以自行参考一下这边这张图，网址我也会放在下面的资讯栏哦。今天讲的全部详情啊资料，大家可以在下面资讯栏去看一下。然后呢，申请这个 Visa 呢，是需要先 email 他们做 booking 的。其实我自己去Penang的时候是不需要做 booking， 我有事前打电话给他们，他们是说不需要做 booking， 直接去就好，就带齐那些文件。可是 KL 的话呢，因为我这个月刚好也有朋友来日本，那他是在 KL 做的，可是 KL 的话呢是需要先 email 做 booking， 所以大家也是先去他们的网址看一看需要准备什么。那 email 上其实就是填一下自己的资料，然后 attach 那个 COE 啊，还有那个 ERFS 的这些资料给他们。然后他们检查之后，如果 OK 的话，就会给你一个日期或者时间，然后你要在他们给你的那个时间亲自去他们的 embassy， 然后再一次成交文件。然后你也需要给他们你的 passport， 因为他们会在 passport 上面粘那个Japan Visa。成交了这些文件之后呢，还需要再等1个星期。然后他们基本上是1个星期了，他们就会通知你说，你可以去 collect 你的这个 visa 了，然后你就要再去拿多一次。然后我自己的话呢，我就觉得这个很麻烦，因为我是住怡保嘛，所以我第一次去Penang的时候，我就是申请还有成交文件，然后1个礼拜过后又要去第2次去，就是只是去 collect 那个 passport，5分钟而已。对，你也可以叫别人帮你拿，就是代拿，可是就需要你的委托书啊、签名什么那些，就
也是有点麻烦。可是如果真的不可以的话，大家就也是可以打给 Japan Embassy 跟他们先确认一下要做什么手续。好，这样拿到这个 visa 之后呢，就是准备要飞了。所以接下来就是你的飞机抵达日本前的72个小时内需要做这个 PCR 测试。这里的话呢，就感觉日本政府有一点严，因为他们有一个指南是写说，这个 PCR 测试里面的报告需要包括什么资料。就这边也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蛮复杂的，就哪一种测试啊，需要写得很明确。可是幸好他们网站其实有附送这个表格，我也是把链接放在下面，大家只要把它打印出来，然后去做 PCR 的时候就一次带给医生，然后给他就直接填好，就没有什么问题了。然后除了有 visa 还有 PCR 的 negative report， 还需要的就是一个 written pledge， 就是类似一个承诺书这样的一个文件，也是可以在他们的网站上下载，就是填一下资料，然后签个名，写说你抵达日本之后呢，会遵守一切的防疫规则这样子。然后有了 visa、PCR negative report、written pledge。最后一个就是vaccination certificate， 你的疫苗证书。然后这个的话，如果是马来西亚的朋友，就是直接在 MySejahtera 的 app 里面下载就 OK 了。除了这些文件呢，然后来日本之前也是需要填一个 questionnaire 在他们的 online， 就是 Google Form 这样子的东西。然后最后除了这些文件需要准备之外呢，你在准备飞之前也是可以下载日本政府的这个 MySOS App。这个其实要不要下载都没关系，主要是其实日本政府有推出这个 Fast Track， 然后这个 Fast Track 是可以让你先把所有的文件填进这个 MySOS App 里面，就是你就上载你的 PCR result， 然后你的 vaccination certificate、COE 等等这些东西，然后 OK 了之后，你抵达机场的时候呢，你就给他看你这个青色的这个 screen， 然后就整个流程就很快，他们看到你的青色的 screen 就OK。我觉得如果没有事先做这个fast track， 可能就到了现场要一张一张纸或者是手机慢慢给他看，就会比较麻烦。不过这个 fast track 呢，一定是要在抵达日本的前16个小时填完哦，飞机抵达的前16个小时。接下来就来到最后一个部分啦，就是抵达日本之后呢，需要做的事情。这里我稍微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这个隔离的程序。首先呢，他们会看你是从哪个国家来。那除了是从这些特定国家进来日本的人需要到政府指定的地方隔离之外，其他国家进来的基本上就是在家隔离。然后除了看你是从哪一个国家进来，你打的第3针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基本上如果你的第3针不是打 Pfizer 或者是 Moderna 的话呢，都是需要隔离的。那隔离几天，这边大家就可以检查一下，因为很多有点复杂，我就不一一细说了。像我的情况的话呢，是因为我前2支针是打 Pfizer， 然后第3支针是打 Moderna， 然后又是从不指定国家，就是马来西亚过来嘛，所以我的情况是完全不需要隔离。可是我也是有朋友呢，一样是从马来西亚进来，可是基于他的第3针不是 Pfizer 或者 Moderna， 所以他也是需要隔离7天。不过这里日本政府虽然他们说是7天，可是你可以选择说，如果你在这个第3天做 PCR test， 然后如果是 negative 的话呢，其实只是需要隔离3天。所以大家可以自己选择要不要在第3天做这个 test， 还是说你要直接 quarantine 满7天也是可以。然后除了这些之外，日本政府也有指定说，离开机场的时候，
你是需要隔离的话呢，是不能搭这个公共交通。那这方面你可能就需要跟你的公司或者学校，或者是你有另外安排一些人来载你，不然的话可能就要搭taxi 或者是 Grab 那些了，会蛮贵的。日本应该听说都是很贵。我自己的话是因为不用隔离嘛，所以就可以直接搭公共交通。大家抵达这个日本机场的时候呢，也是完全不需要担心说语言不通的问题，因为你一下飞机到你离开机场的那一刻，一路上都有工作人员会给你指示跟带路，而且他们也有安排了一些会讲中文或者是英文的工作人员，所以就算你不会日文也没有关系。这方面我自己是有一点吓到，那时候到机场的时候，就是没有想到他们会安排的这么周到，然后我自己身为一个外国人就觉得非常有安全感，因为刚抵达的时候其实最担心的就是语言不通，就是怎么办，就是很担心嘛。可是看到他们安排的这么好，就是当下真的觉得很安心。对，程序上就是在日本机场的程序，就是首先让他们检查文件，或者是你直接收好那个 SOS 的那个 app， 然后就是在机场做 PCR test。那日本的 PCR test 是那个 saliva 的，就不需要那个擦鼻子，这方面就还蛮好的。然后做完 test 之后呢，就在那边等大约20到30分钟，然后拿到报告。如果是阴性没有问题，就可以去拿行李，然后离开机场了。所以我来日本留学的整个流程大约就是这样了。那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啦。那大家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呢，欢迎在下面留言。这次的影片呢，我是真的希望可以帮助到有打算来日本留学的朋友们。之后如果有时间呢，我也会尝试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开始在日本生活的一些大小事，比如说申请银行卡电话卡或者是地铁卡，或者是找房子的这些事情。那最后就是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跟订阅。那我们下一个影片见，拜拜。那如果是4月入学，那如果是